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看大陆节目，我是美玲。近日，一位网友分享了一段视频，在辽宁某地的一家烧烤店内，3名女子打扮精致，深夜里一起聚餐。到了买单的时候呢，竟然掏不出200多块的饭钱。他们与老板僵持了很久，想找个男生来买单，打遍了电话，结果却没有一个人愿意掏钱。这难看的场面让围观的顾客目瞪口呆。根据老板的描述呢，3人点餐消费是218元，付款时呢却以手机没电、钱包丢失等理由来拖延。被识破以后呢，其中一名女生蹲在地上，态度还非常蛮横，别说200块，2000块我也吃得起。另外一名坐着的女生呢，则是频繁地翻看手机的通讯录，疑似试图联系买单侠，最终呢却是无人回应。老板直言，现在男人都精明了，没确定关系，谁愿意当冤大头呢？最终3人在僵持近半个小时以后，由其中一名女生抵押身份证才得以离开。视频被老板发到了网上，引发了热议。有网友说了，如今剧情突然间变了，没有男生肯再当全天候的提款机。有人在评论区调侃到了，少了舔狗，谁来拯救夜宵江湖？这场闹剧的背后呢，折射出一个扎心的现实，那就是舔狗经济彻底崩盘了。比如呢，像下面这位杨女士，把相亲对象当成了冤大头，一起去吃饭，点了3万块的菜。当她吃得津津有味时，男子早已经察觉到不妙，伺机悄悄溜走了。她不得已刷爆信用卡，才得以离开。事后呢，杨女士心中充满了不甘，决定向媒体曝光了这件事。但是那不算贵，因为那个店里还有更贵的，还有20多万的酒，很平常的酒，也没有觉得说好像很贵啊，到拍卖级别的。杨女士委屈巴巴地说，她是一名平面模特，各方面条件都还不错。前一阵子有个网友疯狂追求她，每天对她是嘘寒问暖的，还经常约她出来见面吃饭。一开始呢，她并不在意，但后来看着对方每天都在朋友圈里面晒名车名表，她慢慢的觉得这个人挺符合她的期望。2个人是越聊越投缘，然后男方就邀请她出来吃顿饭。杨女士以为对方是个有钱人，毫不客气地选择当地一家最高级的餐厅。期间呢，为展示自己的品味，同时也考验一下林先生的实力，杨女士特意点了许多高档菜，还点了一瓶2万多块钱的红酒。当时男方看着价目表也没有反对，加一起就是3万块钱。点餐结束以后呢，李先生并没有表露出任何的异样，2人还是有说有笑的吃饭，很快就吃完了大半菜品。杨女士对林先生的表现非常的满意。眼看这场饭局就要结束了，杨女士意犹未尽，表示自己要再点几个菜打包回去。她想为闺蜜和弟弟带些菜回去。可就在这时，李先生却让杨女士等待一下，他要去上一个洗手间。可让杨女士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对方这一走呢，就再也没有回来。这让杨女士在餐厅中如坐针毡。那么她又该怎么办呢？本来呢，杨女士认为没有一个男人会无耻到扔下一位美女来跑路，但是各种电话打爆却都无法联系到对方。很快餐厅就要下班了，杨女士也没见对方返回，这才意识到自己被摆了一道。事件引起了社会关注以后呢，男子接受采访时表示，我感觉自己被骗了，因为吃饭时他疯狂的点单，还打开一瓶红酒，光这瓶红酒就要2万多。男子表示自己是想来找对象的，不是来找奶奶的，并且呢，自己出于礼貌让对方点菜，心想一顿饭最多是1000块钱左右。没想到杨女士一点都不客气，一开口就是好几万。当时如果不跑路，自己岂不真的要变成了冤大头？视频发布以后呢，评论区全是对杨女士的谴责，网友们纷纷指责她，自己点的高档酒宴，凭什么要别人来买单？那么还有网友留言呢，现在是舔狗经济崩盘的时代，男性觉醒了，与其让捞女透支，不如给自己留条后路。舔狗经济简单来说呢，就是在恋爱关系当中，男性为了讨好女朋友，过度投入金钱精力，被商家利用进行营销的一种现象。今年七夕，市场是格外的冷清，花儿没人买了，礼物没人送了，舔狗没人当了，连恋爱都不愿意谈了。北京三里屯的玫瑰花束堆积在垃圾桶旁，
往日排队的2小时的网红餐厅，空置率高达70%。某珠宝品牌直播间的女主播声嘶力竭，爱他就送永恒钻戒。弹幕却飘过扎心吐槽：舔狗金链早融了。当下的商家曾通过各种各样的花样，让男人们把爱情和礼物捆绑在一起，推销所谓的钻石、香水、包包，以此来证明他们的真心。现如今呢，男性已经不再买账了。哎，我觉得这个包挺好看的，你看，是吧？还行啊，而且挺好搭的。是的。小姐，这个包多少钱？包到45000，45000也还好，对不对？还行。那你送我个包吧。盘点相亲拜金女有多可怕？我送你？为什么是我送你啊？不是啊，我们第一次相亲，你送我个包，表现你的诚意，不是很正常吗？你刚才说是第一次，你就要个45000的包？妈，我咋有诚意？我是来跟你相亲的。相亲你也知道是相亲，那以后结婚我还得给你生孩子呢。你直接抢钱行不行啊？你也知道这是相亲，你自己跟自己都这么没相吧啊！诚意。你自己跟自己有诚意吧啊！哎，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最近网络传出一段尴尬的相亲视频，男女双方遇到一家商场，一边聊天一边逛商场。本来2人聊天还挺愉快的，没想到女方第一次见面就开口让男生买奢侈品包包给自己，直接吓跑了男生。现在中国的男人可以躺平，可以摆烂，但绝不再当舔狗了。有劝，当今的社会就是男人比女人更清醒，男人已经清楚地意识到，我只要有钱，我就不会缺女人啊！我没有钱，我就找一个能够跟我一起奋斗的结婚啊！我如果说找不着，我就自己解决完经济问题了之后啊，我找一个旗鼓相当的结婚。你看那相亲市场上现在这帮男的他都不找好看的了，他只找那种看起来踏实的老实本分的女生。但是现在依旧有很多姑娘认为我年轻我漂亮我可以泡大哥，整天抖音也不是在教大家什么东西啊，今天你怎么去跟大哥要钱，你怎么去跟大哥示弱，大哥的钱都是天上刮来的，大哥都没长脑子，你说几句甜言蜜语，大哥就能把钱给你。如今呢，越来越多的男性开始觉醒，凭啥爱情就得靠花钱来证明？这不是男性的吝啬，而是一代人的清醒。女性确实应该觉醒，女性认知应该提高，但是你有没有人家挣钱那个能力？当下的这种国情，这种经济啊，做买卖赚钱，你看赔的比赚的多啊！哎呀，清醒！清醒，清醒，清醒！舔狗经济崩盘的背后，是男性在婚恋观念上的显著转变。宁愿单身，也不愿花钱讨好女人。为什么很多男生不愿意谈恋爱了？不愿意谈恋爱了，不敢聊呀！啊，一聊天他就香水没了，该过生日了，房租到期了，哎呀，口红也没了，对吧？啊，感觉我天呐，俺一聊天像我给他聊成家破人亡了一样啊！就所以我就相信啊，低质量的恋爱就不如高质量的单身。你发现没有啊？现在越来越多的男人啊，对婚姻根本没兴趣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婚姻不是避风港，而是高风险投资，离婚率将近40%，而且多数还是女方提的。对于男人来讲的话，离婚不只是感情失败，还意味着财产分割、孩子抚养权、抚养费，这一套下来比创业失败还惨。你再看看相亲现场啊，问的永远都不是你人好不好，而是有房吗？收入多少？车什么牌子？男人在里边就像应聘岗位啊，被挑选、被打分，谈恋爱都像一场面试，这样下去时间久了，谁还想结婚？2025年的婚恋消费市场，一场无声的变革正在发生。数据和趋势显示，男性为女性买单的意愿断崖式下跌。今年的5月份，某电商平台数据显示，男性购买女性礼物的订单量同比下滑了48%，其中呢，7元以上的礼品跌幅超过了60%。口红、香水等传统的舔狗必备品销量腰斩，而像钓鱼竿、游戏主机等男性自用商品销量暴涨120%。婚恋市场遇冷，2024年全国结婚登记数仅为683万对，创40年的新低。男性主动退场的比例远超过女性。某相亲平台调研显示，76%的男性拒绝为约会承担超额花费，直言呢，不如给自己买装备。男人们突然间想通了，花几千块请吃饭送礼物，可能换不来等价的情感回报。不如呢买套渔具去钓鱼，省下10万彩礼钱，够买多少套游戏机的。豆瓣反 PU 联盟成员激增至50万，他们总结出了3不原则：不跪舔、不贷款、不做备胎。正如某位95后男生在相亲资料上写的那句话：我可以为你撑伞，但拒绝跪着打伞。单身男性不结婚的比例居然是女性的24倍。
婚恋平台的注册用户里80%都是女性，线下相亲角挤满着急的姑娘，而男人们却像人间蒸发了一样。那么舔狗经济为什么会崩盘呢？我们来一起看一下。究其深层次的原因呢，过去长时间里资本对男性群体的过度剥削，已经激起了强烈的反抗情绪。从年初到年尾，男性钱包似乎总是难以逃脱一轮又一轮的消费考验。新年、情人节、五一黄金周、七夕、中秋节、圣诞节等节假日接踵而至，再加上伴侣的生日庆典，每一个节日都仿佛是资本精心设计的消费圈套。购买礼物、观看电影、餐饮消费等，一套流程下来，轻松花掉几千块钱。那么对于月入低于1万块的男性来说呢，面对如此密集而且高昂的消费需求，往往是难以应对。更何况是在当前的社会，月入1万其实已经算是高收入的阶层了。实际上呢，舔狗经济的崩塌并非是偶然的，背后是更深层次的经济危机。年轻人面临的经济现实比以往更加的严峻，企业裁员降薪现象屡见不鲜，房租居高不下，物价飙升，尤其是一些年轻人还背负着房贷车贷，经济压力下，他们开始重新评估自己的消费行为。一项调研显示，85%的男性主动削减情感消费预算，优先保障生存性支出。为了男人的钱包加持，不少行业怕是要大洗牌了。第一个呢，就是电影业的崩盘。舔狗经济一直为电影市场起保底的作用，因为对于恋爱群体，约会看电影是刚需。结果这2年舔狗经济一崩，保底群体没了，电影市场瞬间就跌得没法看了。2023年总票房是549亿，2024年直接跌到425亿。这第二个呢，就是奢侈品的溃败。反观女性商品市场，名牌包包、口红、香水行情大跌。上海 LV 的专柜销售坦言，去年七夕排队盛况没了，过去70%男性为女伴买单，但如今呢，只剩下20%了。2025年520期间，一线城市奢侈品营业额同比腰斩。第三呢，就是医美界寒冬，过去医美项目都由男性来买单，行业增长迅猛。2025年，医美赛道炸响5道惊雷，富尔嘉镜利润腰斩，爱美克单季净利暴跌42%，浩海生科、完美生物、锦波生物集体深陷增收不增利的泥潭。这第四个呢，就是婚介所倒闭潮。2025年7月的数据显示，全国婚介机构从2021年的12000家缩减至3800家，倒闭率超过了68%。北京某高端婚介所年费是28万，2025年订单量归零，红娘抱怨男性宁可单身也不当接盘侠。而在当下，随着舔狗经济逐渐走向崩塌，一心想着不劳而获的捞女陷入了经济的困境。那么说白了呢，就是男人的钱袋子空了，捞女的收入来源也就断了，捞女们的好日子到头了。如今很多捞女信用卡欠款越来越多，苦苦等来的不是钻石王老五，而是还不起的账单。为了摆脱债务的困扰，他们试图通过结婚的方式来获取高额的彩礼，从而化解自己的债务危机。这些女性往往被贴上毒鸡汤思维、好吃懒做的标签。然而呢，如今的婚恋市场早已是一片惨淡景象，又有谁会愿意为那些年龄偏大、要求颇高、颜值欠佳、金钱至上的捞女来买单呢？防火、防盗、防捞女依然成为了时下新的网络流行语。在这样的形势之下，男性主动选择躺平，甚至主动从婚恋市场中消失，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。不得不说呢，这真的是社会的悲哀，根源其实是在于经济的困境和社会信任的崩塌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美玲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